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款的绅士 368G 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啊。我们先说一下颜色啊，那也许是93刚阅完兵，这种颜色看上去就特别的狂野，有点军事风格的那种涂装，而且它的漆水是磨砂质地的。如果现在让我买，我就选这个颜色。那么这2年 ADV 跨界踏板确实很流行，但是在这几家设计里面，你要说最板正、最规整和最硬朗的极致外观呢，我认为还是绅士。包括703系列，大家可以看到锋利的、尖锐的那些风格，其实在踏板上做的也是相对比较极致的啊。那么跨界融合风啊，所谓 ADV 踏板一定要有一些越野元素的呈现啊，像这个护弓护手是不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还包括这个仪表其实都很高嘛。车头部分看上去，绅士 368G 是最板正和规整的啊，就是有板有眼的这种风格了。那我们先从风挡看起啊，这个风挡面积其实挺大的啊，它是手动调节的，方法也比较简单，把两边的旋钮松开，然后调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拧紧就可以了。比较纤细的转向灯啊，然后大灯的都是一体式的，底下的是它的透镜，上面是它的这个日间行车灯。你可以看一下这种漆水板材缝隙严丝合缝的，绅士的做工还是相当在线的啊。那前后都是带摄像头的，然后这个车原厂也给大家带一个护杠，底下带2颗雾灯，是不是啊？考虑到你可能去摩旅这种需求，原厂能给你的配置基本上都已经给到了。你看正面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板正啊？就五官端正啊。亮灯的效果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开机还有一个灯语啊。灯珠亮起的时候是不是还看着挺犀利的啊？好的，那么转到下方来看一下，所谓跨界风格 ADV 踏板，那么越野的东西一定要有啊。那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马祖奇子品牌的减震啊，倒立减震41的尺寸，然后配的是西护的4活塞，搭一个浮动盘的双点。那整个刹车的效果，我们动态的部分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那轮胎的尺寸是前17后14，前110后150的一个搭配，视觉上看起来是一个龟背胎啊，但实际上还是你看它这种颗粒度啊，还是照顾我们日常通勤铺装路面的一种表现了。前挡泥瓦的包裹性还不错，尺寸已经到了这里，日常行驶更实用性的一种表达了。你别说啊，这种 ADV 的踏板来一个辐条轮，前后看起来那种野性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所以说啊，人啊穿搭的时候最重要就是鞋，所以咱们是一个球鞋 UP 主嘛，对吧？好，那我们侧面线条依然是比较硬朗的那种风格了。那前面的手套箱它其实只有在左侧是有的啊，右侧是打不开的，中间有一个隐藏式的挂钩啊。大家肯定要说啊，挂一些汤汤水水，我是强迫症，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在这里挂任何东西的啊。底下是油箱的加注口啊，油箱容量也是蛮大的，17.5升。然后这边是脚踏的位置，我踩上来大家看一下，因为它也装了护杠嘛啊，中置脚踏的位置其实蛮大的啊，前面的面积也挺大的，而且装了护杠，我们可以向斜上方伸上去。那这个车整个你参考我这种身材的话，我觉得腿部舒适性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这个位置我们上下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不然容易留下划痕啊。然后脚踏它没有采用隐藏式的这种设计，那追求野性的这种踏板我其实可以理解啊，那更实用一些嘛啊。然后这边是它的名牌368G，你可以看一下整个漆水磨砂这种质感，对吧？包括这些板材接缝处这种细密的感觉，其实都是相当在线的啊。那座筒看一下，前面是比较硬朗的，我觉得侧面的海绵填充并不多。然后中间这个位置，你看这个小靠背，我这个身材是完全可以用到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那可能您身高高一点的话，可能会多少有点顶腰啊。不过好消息是后面可能会换。然后副驾驶的面积也非常的大了，对吧？那整个座筒空间我们也来展示一下。你看座筒打开以后，那种豪华感或者细密的看不见的地方营造也是蛮好的。底下这样的一个绒布，摸起来软软的，就这种细节处你要是做好了的话就很加分啊。这里面也有个 Type-C 的充电口啊，那我们可以放一些精密仪器放在里面充电就很好。这边也有一个小灯啊，那我们下地库啊或者什么时候用也是一些实用性的啊。然后这个铰链的阻尼感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吧？那么合起来我们来展示一下它的座筒空间。那空间当然是很大了，可以放下2顶全盔啊。那放在后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放在前面我们也来演示一下，是吧？那日常使用当然是 OK 了。然后我们可以看预留的这些孔位，我们后续装一个尾箱呀什么样。不过我骑这个车应该不会装尾箱，我觉得会影响我的操控，因为这台车真的非常的犀利，是吧？手把这些都是比较宽大那种设计啊。我们来看一下排气啊，这个排气网上有人称赞，有人觉得是以前那个好看。从视觉的角度，我个人还是喜欢机甲风的那种风格的，但这个好像减重的效果是更好的啊。底下看一下，也透轻的这种设计，你看后摇臂中间做了镂空的设计，对吧？这个车也是带大撑的，然后它的刹车卡钳啊，单活塞
塞是布置在上面的。那这次的话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的减震啊，后减震这次的话没有带气瓶了啊，是预载可以调节的，整体的感受要比上一代更软一点啊，但实际上它还是有支撑性的。我觉得整车的悬架风格上有一些运动性能的照顾了啊，如果只是拿来日常骑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抱怨啊。尾部的造型设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啊，这边是行车记录仪摄像头，你看层次感很多的，而且不同的材质用料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啊。当然有人说后面应该来一个双层的挡泥瓦，那挡泥效果更好。我是想说这种融合的元素，它可能就为了凸显这种越野胎，你知道看上去野性的那种感觉了，对吧？尾部造型真的平直方正好看。那么亮灯的效果啊，等一下看，因为我想给大家说一个细节。你看这是牌照架，它底下是有一个卡槽的，你把牌照架卡进去，然后这边还有个胶垫，你把牌照卡进去以后固定好，上面上好螺丝，这个胶垫它就可以防止震动。这就是一些小细节，这不是什么高精尖，但是它是有心思的人才会考虑到的。那么亮灯的效果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是不是特别的好看，浓浓的机甲风。所以我一直觉得绅士的设计团队一定有日漫风啊这种迷，或者跟我年龄相仿的人士啊。发动机的部分看一下，实际排量 368cc， 在同级别里面动力啊各方面表现是相当优秀的啊，它有 28.5 千瓦 38.7 匹啊，40牛米，它在6000转的时候就可以爆发40牛米了。这个发动机整个骑行感受上面，而且这次啊因为减震啊还有像排气改变，它的簧下质量也变轻了，骑起来会更加动感一些啊。然后这个护工你可以看到绅士368的一些塑料板材做工啊，各个方面质感呈现上都是相当 OK 的啊，包括反光镜，包括这些小的支架，整体感受上就营造出了一些豪华的感觉啊。那么手套箱打开看一下，它是内部按压的方式打开的啊，面积并不是很大，放一瓶矿泉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日常我们放下手机啊、证件啊都是 OK 的。那么它的充电接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有一个防雨的键帽啊，一个 Type C， 一个 USB。那我们插一下手机啊，各方面也是挺 OK 的啊。就第一视角你会看上去 368G 还是有融合的那种风格嘛，看上去好像有拉力头，仪表的高度是比较高的嘛。然后这一套配置按键模组，我感觉可以说是在我见过的国产车里面相当能打的这种质感各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啊。首先它采用的是大颗粒这样的一个布局，我们戴上手套呀、盲操各方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能你就先第一次接触的话，熟悉一下按键的一个布局，对吧？按压、阻尼、回弹的质感是很好的，也有高级感。而且这个颗粒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做工和质量，对吧？它是方形的，但是都做了转折这样的一个切角，特别是大的按键上，你看这种梯形结构上它做了多面的切角，整个质感呈现上这样的小细节堆叠啊，它就会给你传递那种高级感和精致感啊。摇杆的设计当然有人会说这种使用寿命会不好，但是你这个摇杆伸出来是比较长的，我觉得盲操呀或者我来推按压给我的反馈是非常直接的啊。然后前后都是刹车了嘛，然后刹车也带一个驻车的功能，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OK 了是吧？好的，那转到这面来说一下，那绅士368G 这次最大的升级就是电子油门了，整个油门的响应啊各方面，我们等一下动态部分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你看这个点火键是不是多倒角的这样一种设计，那种包括这个颜色，我觉得整个按键键帽的这种质感真的是我见过国产车里面算是相当好的一个呈现了，对吧？好的，那接下来这个咱们也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块仪表啊，仪表的 UI 其实这次也有巨大的升级啊。我们看一下开机动画，那第一眼看到这个 UI 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是大气的、规整的，然后读取信息也是高效的。你想比较常用的什么你在什么模式下驾驶啊，转速、时速、图表的 UI 都是非常清晰的，信息读取是很高效的。你看颜色的搭配也是意外的好看，这套仪表真的没有太多的怨言啊。像你常用的一些快速菜单也在右下角做了一个布局。那进入到主菜单，我们把灯光调暗，大家可以看一下 UI 呈现上也是相当在线的，包括这种流畅程度也不错，是吧？然后这个几个主题，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看的，也可以看到仿赛的版本，还有最早的比较狂野的那种 ADV 的风格啊，保留了这几个。那我们还是调到原来的现在这个经典的版本里面啊。那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车不是有前后的摄像头嘛，然后后轮的单独的 ABS 也是可以关闭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摄像头的一个清晰度啊，前摄的是不是相当在线？然后看一下后摄的，对吧？那这样的一个 UI 设计，还有整个的表达，我觉得配这个大屏幕才能发挥出这个大屏幕的价值嘛。
好的，我们来拍一下绅士 368G 最新款带电子油门的动态体验视频了啊！哦，对，最近我也在体验呆子老师的这款赛道手套，大厂的做工，非常扎实的用料，目前体验下来感觉良好啊！咱们骑这个比较猛的踏板，戴这样的手套，应该能实现1+1大于2的一种状态，是吧？嗨嗨皮皮的爽骑了哈！好的，那最新款的368G 最大的一个升级就是匹配了电子油门啊！那我们今天也来重点体验一下。那我们首先来打火听个声音。大家不要吐槽我没有热车啊，我是骑过来的，对吧？那怠速状态下，坐垫底下还是能感觉到一些抖动的啊。你包括反光镜这里也是可以啊，但是颗粒感还是比较细小的，完全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啊。好的，那咱们开起来聊。哦，对，我们先调一下模式啊。它现在有2个模式，因为电子油门应该差距是蛮大的，我们先调到一个日常的模式，来感受一下油门输出的一种表现。我们看一下结合的转速啊，不到2000转结合啊。起步还是非常平稳的，现在是日常的模式啊，走。普通模式下油门还是相当可控的啊！你看这个发动机，它一过4000转，感觉动力一下就出来了，那种澎湃的感觉。等一下我要试一下 S 档，要爽骑一下。这个车真的挺猛的。OK， 调到 S 档，咱们感受一下，走。哦呦，你听这个声音，马上能感觉到这变化啊！走。哦，来，油门给到底。绅士的368系列，我感觉是这个级别的踏板，我体验下来动力感受最直接和澎湃的了啊！相当喜欢，这个车就用 S 档来骑 ，S 档才是本来面目。哦，车辆的灵活性也很好，这车骑起来踏板的味道其实比较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没什么前后轮的分离感，有点像街车，就坐姿优化版的街车那种感觉。挺犀利的，甚至我自己感觉这个龙头都有点过于灵活了。踏板装个钛齿，有没有搞头？这车一定要用 S 档开 ，S 档才是本来面目。OK， 我们在这里试下刹车啊，走，只用前刹。哎呀，这个就是一如既往的西护的手感，前段有一点空。你看我前段只用一直点刹车的话，你看啊，对吧？前段就是有点空，感觉这么猛的车，陶老板，要不然咱们来个布雷伯的版本怎么样？感觉这个西护的配不上368G， 双前后，哎呦。前后刹车效能就好很多啊！对，这个 ADV 踏板嘛，咱们把脚踏放下来，然后踩一下，站立骑行感受一下。走，站起来。这个我踩的话，我这个身高大家可以，我踩的话稍微有点靠后因为我这个个子嘛，个子比较有限。但如果我踩到前面的话，感觉有点靠前。我试一下踩到前面啊，踩到前面不太行还是得踩这个中置脚踏，还行，可以加高一下把手。我觉得站立骑。我这个身材得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好，那我们接下来骑出去爽骑一下，就用 S 档，就用运动模式啊，电子油门。哎呀，这个车真的同级别，只说性能的话，应该是相当优秀的表现了。然后发动机的声音，你戴着头盔听的话，也不是特别明显。运行的这种颗粒感就是这个怠速的时候、待机的时候，你感觉踏板车嘛，这种待机的震感都是有的。但开起来以后，我觉得也是在一个相当 OK 的状态里面。
啊，座垫底下刚起机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细碎的，然后哪怕我拉到比较高，你看我现在拉了六七千转，6000多转，我也觉得没有什么恼人的震动啊，而不和谐的这种声音。我现在把风挡放到最下面了，因为我觉得升高的话其实有点影响我拍摄啊。但是这个风挡面积和升高的高度还是不错的，那升起来以后配合头盔也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挡风效果。OK， 走。风挡的高度差不多跟我视线平行，然后配合我这个头盔的话，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了。躲一下。啊，紧急制动这个刹车是没有问题的。好的，我们把它开到大路上来啊。哎，目前体验下来没什么问题啊。这视频怎么拍没什么问题。感觉相当满意，甚至还有些惊喜，特别是动力的部分啊。哎，当然，如果后面有机会的话，把这个车能借出来，咱们看一下它的油耗啊怎么样。因为我想你买这么大排量的踏板，可能不光是用来日常通勤啊怎么样的，对吧？可能摩旅的需求啊这方面也挺高的。在这个级别的踏板里面，很少有这种推背感，你知道吧？很少有这种拉扯感的动力。其实这2年所谓的 ADV 踏板很火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本质上还是一台踏板。所谓 ADV 更多的是一种外形上的靠拢，干一些硬朗的线条，来一个钢丝辐条轮，对吧？配一个龟背胎，取的是外观嘛。它本质上还是追求一种踏板的这种骑行感受了。姿态上还有保留踏板原有的这些储物能力，更加的实用，也更加的野性了。很好，这种融合我其实自己也蛮喜欢的。但是跟其他类型还不太一样，368G 的这个动力平台，包括现在加了这个电子油门，做了一个运动这种模式啊，它开起来特别的爽，就是运动风格跟这种比较硬朗的这种线条结合在一起，让我想起了兰博基尼的。你看大家都是做跑车的，但是我也做 SUV， 对吧？兰博做的那个跑车的 ADV。啊，我不追求那种硬核的极限越野，但我追求的是一种非常风格化、非常硬朗化的跑车，但同时高头大马 ADV 的这种视线，我觉得这个车就可以被类比于我们踏板界的或者摩托车界的兰博基尼的跨界 SUV 这样的一种风格，对吧？啊，其实踏板就是 ADV 踏板，其实就是 SUV， 但这个应该是同级别里面最运动性能表达的那一款了。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它的一个产品定义吧。华世雄对它的一种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来沟通交流啊。那这个车目前体验下来确实没有太大的槽点啊，动力很满意。然后我刚开始预期这个发动机会不会比较糙啊？但是我之前骑的时候就第一代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发动机声音大呀，或者颗粒感强呀，没有的啊。只不过待机的时候，踏板车都会有一点，那这个也是难免的。开起来以后，哪怕拉到6-7千转，我觉得也是非常在线的了，对吧？回头做一下油耗，看看油耗的表现怎么样。剩下的只要质量方面，但陶老板售后呀、做工，你看这辆车整车的这种做工质感，咱不能通过做工来工艺来判断它质量一定有多好。但我觉得你那个预期应该可以打得比较高的，质量没什么大问题。然后现在的价格也是加量不加价，我觉得这个车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爆款啊，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爆款。这是一个在这个级别的国产车里面少有的性能相当在线，性能对比有优势，同时静态看起来还有豪华感的这样一台踏板。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到店去感受一下啊，一探究竟。说再多可能也没有大家去骑一下啊。这个车看的人贼多啊，看的人贼多。好的，那咱们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感觉快要下雨了，我得赶紧骑回去了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一键3连，谢谢大家。这里是华世雄，爱你哦。